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被赚了很久的网剧《长相思》终于定主演了，将在本月3月底开机。《长相思》是由作家桐华写的一部著名言情小说，从出版至今一直受众多读者喜爱。在好几年前，《长相思》就传过要拍摄成电视剧，还说由赵丽颖来主演。然而过了这么多年，仍然没有一点消息。就在最近，《长相思》又有了消息，不仅拟定了开机时间，还传出了主演阵容。据网传消息，《长相思》将由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等人主演。男主我不认识，杨紫大家应该都看过她演的奇幻剧，像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、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，以及还未播出的《沉香如屑》。都有杨紫的身影，到如今我都无法忘记杨紫为爱不得表现出来的演技。由她饰演本剧的小妖，我觉得再适合不过。长相思主要讲什么内容？这部电视剧是《山经海记》系列第2部，剧中的主人公小妖是蚩尤的女儿，从小她就遭遇了遗弃，后来经历了各种磨难，不仅变得成熟，还收获了亲情与爱情。作品主要想体现善良的本质，凸显出善心永存的道理。桐华《长相思》将开拍，上古虐恋来收割眼泪了。桐华小说《长相思》将开拍啦，由星联影视拍摄，第1季预计35集。相信不少书粉是既期待又担忧，开心于自己喜欢的小说能拍成电视剧，又很怕选角和演技等问题毁了心中的美好形象。那么，小说里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故事取材于《山海经》，讲述了蚩尤与西陵恒的女儿小妖、表哥轩辕颛顼、涂山世家公子涂山璟、神农义军将领香柳之间的恩怨情仇。里面不仅有刻骨铭心的爱情，更有家国天下的格局和一起共担的亲情及选择，谱就成一曲荡气回肠的相思曲。也许你猜中了故事的开头，却猜不中它的结局。长相守是2个人的天长地久，长相思却是1个人的天荒地老。桐华《长相思》故事发生在大荒的西北清水镇，那时小妖还是清水镇小医馆里的文小六，无意中救了一个几乎半死的叫花子，却不料此人竟是世代经商的涂山世家的公子涂山璟。文小六的身份也不是普通医师这么简单，上山采药时误打误撞又结识了9头妖香柳。香柳是神农义军共工麾下的军师，白衣白发，风华绝代，身姿轩昂，灵力高强，狂傲冷漠。那时候的他从没想过和小妖的相遇会是自己一生的情结。小妖害怕这个冷血的男人随时要了自己的命，被迫帮他制毒，供他在战场上杀人。爱情的产生有时候并不唯美，比如这种的不打不相识。同时他又是神奇的，小妖和香柳，一个神族，一个妖族，爱情总能让你在人海中找到和你相似的灵魂。他和他都是孤寂的，云淡风轻的背后是波澜起伏的内心。2人有着相似的境遇，却有着不同的结局。爱你的人会为你做很多事，比起涂山璟的温柔内敛，香柳是冰冷张狂的。他没有好言好语，没有温情款款，但就是这样一个冷酷的9头妖，却在小妖每次遇难时出手相救，甚至不惜以命相搏。在涂山猴姬杀小妖时，香柳驱策鲛人救下了小妖。小妖重伤时，香柳给他续命，陪他在海底养伤37年。每天他陪着沉睡不醒的小妖，给他疗伤，带他看月亮看雪，带他在海底遨游。那时的香柳是温柔的，深情的，因为小妖受伤没有知觉，他才敢卸下面具，展示真实的自己。殊不知小妖是有意识的，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。这是属于2人的默契，他不想让他知道，他就装作不知道。从情人谷种到他们身上算起，
香柳救了小妖很多次，每次小妖遇险，香柳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。为了让小妖有力自保，香柳用防风辈的身份教他剑术，一教就是10几年，将名冠天下的防风家的剑术交给了他。为了让小妖拥有属于自己的弓箭，他走遍万水千山为他寻找材料。他用能凝聚月华的极品月光石，配上自己9头妖的血，给小妖打造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弓箭。当小妖得到这专属的弓箭时，他笑着对防风辈说：“你舍得送一把好弓给我？我才不信呢。”香柳轻笑不语。爱一个人，就是甘愿为他做很多事，比起甜言蜜语，行动是表达爱情最有力的语言。放手是最后的温柔。从第一次见面，那个扮作男人模样的小妖，跪得跟香柳求饶：“我无力自保，无人可依，无处可去。”香柳的心就沦陷了。这是漫长时光里第一个让他心动的人。命运将小妖安排到自己的人生里，从此让他的心多了一份牵挂。小妖并不确定自己对香柳的感情，但情人骨却能种在两人身上。两人决裂时，小妖说他今生今世永不想再见香柳。他顺了小妖的意，用自己的命又杀了蛊虫，从此斩断了他和小妖之间唯一的牵绊。香柳毅然地把小妖留在生生镜中的2段回忆全都抹去了。一段是他被小妖骑在他身上，在他脸上乱涂乱画，把炭灰擦在他的衣服上；另一段是他带着小妖在海底遨游。在最初得知小妖身份时，香柳就清醒地知道他和他终将殊途末路，所以他从来不曾让小妖为难过。每一次救他，他都让小妖以为是利益交换，才不会有心理负担。他送小妖左耳，送他海图，即使他有一天死了，还有左耳能护他安好。即使全大荒都被颛顼收入麾下，小妖仍有属于他的一片大海。女主小妖和九命香柳在漫长的时光里，从邂逅相识到纠缠牵绊，再到相互陪伴，最后在时光中选择了遗忘。爱不知所终，疏忽而逝。一部长相思，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存在的另一种形式。爱到深处，选择放手，是爱情的最高境界。也因为思而不得，爱的不得，所以最是放不下，最是相思至深，最是辗转反侧。桐华笔下的爱恨纠葛，就是这样凄美动人，震撼人心。年少时，我们也许嘲笑过香柳，觉得天涯何处无芳草；我们也许羡慕过小六，感慨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；我们也许恨过涂山璟，为何思君恨君君不知。到后来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每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，都有可能是香柳，都有可能是小六，都有可能是涂山璟。缘来时，猝不及防；缘去时，无力阻止。唯一能做的就是遇见时紧握手中珍惜，离别后深藏心底铭记。大漠谣，墨铁图书出品。西汉武帝时期，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女孩被一名寄身匈奴帐下的汉人所救，取名玉锦，跟随他学习诗书武艺，并与单于的王子们一起长大。不料一场匈奴政变，玉锦被迫来到长安，并在路上先后结识了温润如玉的孟九和骄傲热烈的霍去病。至此3个人之间的故事徐徐展开。从苍茫大漠到京都长安，玉锦化名金玉，一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看似不经意间搅起了长安城的一池静水，水下风云诡谲，波涛暗涌。孟九的一再拒绝和退却，究竟暗含着什么样的隐情？霍去病的痴心相护是否一如当年的那句如果有什么事情记得来找我，长安城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能迎来2人最终美好的结局？曾许诺。墨铁图书出品。桐华唯美大气爱情经典之山，经海记系列开篇之作。上古时代，神族、人族、妖族混居于天地之间。
盘古大帝仙逝后，战火频起，经过数万年的变迁，大荒逐渐形成了中原的神农、东南的高辛、西北的轩辕三大神族，三分天下。而天地间最受瞩目的英雄，莫过于神农族战神赤尘以及高辛族的长子少昊。赤尘本是几百年前被神农王收服的兽王，既残忍也真诚，既狡诈又纯情，武力超群，战无不胜。命运作弄，他与化名西灵恒、游历大荒的轩辕族王姬轩辕拔相遇，很快彼此深深相爱。两人约定，每年的4月都会在桃花树下相见。但无奈安衡身为轩辕王姬，为了轩辕利益，只能与高辛长子少昊履行婚约，结为夫妻。但两人约定只做盟友，不做夫妻。赤尘不明内情，深受伤害。这期间还有青阳、仲义、菖蒲、云桑、诺奈等等，没有一个人是故事的配角，每一个形象都丰满而有血有肉。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有个人的爱恨，更有家国的兴衰和苍生的幸福，也就注定了他们只能在各自的命运中辗转抉择。但一诺既出，山海无阻。从明年开始，每年4月，我都会在桃花树下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墨铁官方旗舰店限时限量5折。童话《长相思》将开拍，上古虐恋来收割眼泪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